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獨立頻道，我係孤高杉妮。我哋嘅頻道係會提供各種遊戲資訊同埋攻略。星期四晚9點仲會有直播同大家傾下偈。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下 Armored Core 6嘅心得。上次就講完手部武器，今次到膊頭。全部膊頭武器有45種，先講下盾牌。喺呢度先講少少用盾技巧。每次開盾都會累積過熱率，所以唔好頻繁咁又開又關。開盾有準確防禦，就係差唔多打中先至開。例如聲音聽到嘟嘟兩聲，提示危險差唔多到，呢個時候開就會大大減輕 ACS 負荷。另外開住盾就唔好用急回，因為每次急回就當作重新開盾。仲有，大多數使用左手武器都會收盾再開，同樣會增加盾過熱率。而當自己 ACS 負荷差唔多滿就要收盾，因為喺你被打停狀態同時舉盾會即時過熱，機體未回復之前，最需要防禦嘅時候反而用唔到盾。不過 Edward 就好少用盾，因為用咗盾就少一樣膊頭武器，要刷 S rank 少一樣武器會更加難。脈衝護盾 BP61 PS 個盾係長方形，各方面都平衡，可以長期使用。脈衝護盾 SI24 SUQ5 個盾係圓角長方形，各種防禦力都唔高，優點係比較輕身冇咁易過熱。脈衝護盾 C27 SUR8 個盾係圓形，防禦力唔錯，但準確防禦非常難用。脈衝圓盾 BP61 PB 個盾係菱形，準確防禦時間只有 0.3 秒，非常難用，但做到準確防禦嘅防禦力係所有盾最高。高手向嘅盾牌，脈衝圓盾嘅防禦力好低，但準確防禦時間有 1.6 秒，所有盾牌中最易做，過熱率非常高，舉盾2次立即過熱。脈衝長盾同其他盾用法唔同，完全冇準確防禦功能，而且要4秒預熱，預熱前防禦力極低，預熱後防禦力優秀，缺點就係每次舉盾都要再預熱。波若爾護盾喺3周目先攞到，防禦力普通，但優點係護盾包圍全身，即使敵人喺背面攻擊都防禦到。仲有呢個盾係唯一可以舉盾使用左手武器，缺點係個熱率頗高，只能發動3次。講完盾，講返攻擊型武器。擴散型火箭筒會同時發射5粒火箭炮，範圍大但係起手慢，距離遠嘅敵人只係食1-2發傷害並唔高。榴彈加農炮 Earshot 發射炮彈引發大爆炸，缺點係起手同埋上彈都慢，適合喺空中射向地面。榴彈加農炮 Songbirds 係連續2發嘅榴彈炮，非常好用，因為2發炮彈比其他1發更易打中，造成嘅衝擊力亦強 ，EN 負荷低 ，Edward 至愛。電擊尖針發射器係現時攻擊力同衝擊力優秀嘅武器，彈速快，難迴避，喺打停敵人時用傷害更高，刷 S rank 嘅強力武器。缺點係 EN 負荷要求好高。雷射加農炮 BP60 LCS 攻擊力同衝擊力唔算高，優點係唔使上彈，以過熱計，缺點係要企定發射。雷射加農炮 BE60 LCA 係同時發3發雷射武器，攻擊力高但好容易過熱，仲有彈藥數極少，24發只能發射8次，處力嘅話更加只能發射4次 ，EN 負荷又高，缺點多過優點。擴散型雷射加農炮有啲似雷射散彈槍，距離近，威力同衝擊力一般，處力後引發爆炸，缺點係要企定射。電漿加農炮效果就好似電漿步槍，電擊可以穿過敵人護盾，缺點都係要企定射，倒不如直接用電漿步槍。脈衝加農炮其實係將脈衝槍放喺膊頭，優點同缺點仲有用法都完全一樣。脈衝護盾發射器係一種投射式防禦武器，完全冇攻擊力，主要用嚟擋住敵人攻擊，但大多數敵人都會移動，呢種武器好難發揮效果。光波加農炮會發射能追蹤敵人嘅光波，鎖定時間好耐，攻擊力同衝擊力唔突出，唔等鎖定發射追尾好差，毫無優點可言。飛彈4發裝係最初期就有嘅裝備，簡單易用，追蹤性能好，缺點係攻擊力唔算好高。飛彈6發裝就係一次過發射多啲嘅飛彈，優點同缺點都一樣，上彈時間耐啲。飛彈10發裝就係再發射多啲，
有時候面對多個敵人可以一次過攻擊，上彈時間再耐啲。分裂飛彈12發裝會發射2粒分裂成12發嘅飛彈，速度好慢，敵人稍為移動就打唔中，只適合對付體型大或者唔喐嘅目標。分裂飛彈8發裝係基本款分裂飛彈，缺點一樣，要 1.5 秒先可鎖定敵人。分裂飛彈16發裝就係2發分裂成16發飛彈，追蹤能力一樣，鎖定敵人時間要2秒。呢幾個分裂飛彈系列唔強，唔推薦。2連裝雙向飛彈係有兩邊發射4發飛彈，效果同分裂飛彈差唔多，只係飛彈速度稍為快啲。3連裝雙向飛彈係會再發射多2發飛彈，稍微改善命中率，但依然唔算好用。中型3連裝雙向飛彈都係由兩邊發射飛彈，由之前同時發射改為分段發射，依然只能對付行動力低嘅對手。垂直飛彈4發裝會發射由頭頂向敵人攻擊嘅飛彈，速度唔算快，由於喺敵人頭頂轟炸，命中率唔錯。另外遲鈍敵人唔會防禦頭頂，同樣做到奇襲效果。缺點係喺部分狹窄室內場會用唔到。垂直飛彈8發裝就係發射更多粒飛彈，不過鎖定時間會長啲。垂直飛彈12發裝就更加多，上彈時間同鎖定時間都要3倍。誘導飛彈係發射速度好慢嘅飛彈，優點係上彈時間快，但鎖定時間要3秒，而且敵人靈活啲都打唔到。2連裝誘導飛彈效果一樣差，鎖定時間要4秒，而且命中率低，非常難用。集裝飛彈嘅概念同分裂飛彈相似，但分裂出更多飛彈，持續時間更耐，速度低係致命傷。集束飛彈係喺敵人頭頂來回進行轟炸，鎖定時間需要5秒，上彈時間又耐，速度唔快，只能對付行動力較低嘅敵人，非常難用。散布型飛彈係一次過發射10粒追蹤飛彈，追蹤性能唔錯，鎖定亦都快，最大嘅特色係佢發射3次先至上彈。鍾意飛彈洗面嘅朋友就啱晒啦，比較後期先攞到。近炸引信飛彈係拉一條軌道進行爆炸攻擊，鎖定慢，彈速慢，而且好難控制軌道嘅方向，太近用唔到，攻擊力亦都唔高，唔推薦使用。針狀飛彈係發射2粒高速針狀彈攻擊敵人，可以穿過脈衝盾，特別適合用喺打停敵人後嘅直擊，缺點係攻擊力唔算高。電漿飛彈3連發係發射3粒會追蹤敵人嘅電漿彈，速度一般，不過追蹤性能同埋上彈速度唔錯。電擊同樣係無視盾牌防禦，彈藥容量足夠 ，Edward 喺1週目常用。電漿飛彈6連發版本係強化版，每次發射6粒電漿彈，用法差唔多，但係上彈時間比3發版本耐。電漿飛彈垂直型係由敵人頭頂落5粒電漿彈，速度較慢，敵人比較難察覺，同樣可以無視盾牌防禦。由於係垂直型，小部分室內場景會用唔到。柯若爾飛彈係喺3週目後期先攞到嘅武器，彈速好慢，但引發嘅柯若爾威力好大，處力後爆風同威力就更加強。缺點係鎖定以及處力需時好耐。實彈自律型漂浮兵器會設置一支機槍喺膊頭，自動進行攻擊，效果唔錯。缺點係彈藥數量好少，同埋要注意過熱。雷射自律型漂浮兵器就係設置雷射槍喺膊頭，同樣都係自動攻擊，彈速較慢，可以做到牽制或滋擾效果。因為雷射型武器彈藥消耗較少，續戰力較強。雷射炮台係設置型自動攻擊雷射槍，一粒可以射6發雷射，可同時設置3粒，上彈亦都快，比起自律型漂浮兵器更好用。缺點係面對靈活嘅敵人時，有機會唔覺意離開炮台覆蓋範圍。雷射無人機就係一次過放出6粒追蹤敵人嘅浮游炮，追蹤性能優秀，攻擊力都唔錯，處力後更可改為衝擊力更高嘅攻擊。缺點係冷卻時間比較耐，10秒先用一次。另外彈藥消耗都算快，要衡量點樣分配。以上就係所有武器嘅評價，俾未儲齊武器嘅朋友參考各武器強弱同用法，可以優先購買喜愛嘅武器。今日嘅影片就去到呢一度，之後我哋再製作推薦配裝，分享點樣組合好用機體。如果我哋嘅資料幫到你，
希望你可以讚好影片、分享，以及訂閱我哋頻道。訂閱咗就唔會錯過我哋嘅影片更新㗎啦。下條影片見。